小杰，奶奶，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正想着今天不做饭，到你们家买点好吃的呢。您去啊，我妈在呢，让她给您打折。哦，就当谢谢陈麦东照顾我们家庄严。不用了。是不用，今后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一家人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啊，你姐姐庄洁和我孙子陈麦东，他们注定要结婚的。缘分这东西啊，谁也拗不过的。你走火入魔了吧？哎，这，过来，来，小杰啊，你别嫌奶奶说话太直啊，你们都是大人嘛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我替你们测手。哎，奶奶，咱不信封建迷信那一套。哎，好，那我们说点客观唯物的，你是不是单身吧？你跟我们家东子年龄相仿，也算是知根知底吧？那不就得了？你看他仪表堂堂，你貌美如花，没有理由不凑在一块试试。奶奶，谢谢您看得上我。实不相瞒，我确实对您孙子挺有好感的。高中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陈麦东不错，但那都是好早以前的事情了。科学家不是说了吗？人体细胞每7年更新一回。我们现在等于换了个人，早没旧情了，跟陌生人没有区别。那更好啊，重新来一遍，谁新鲜呢？我这趟回南平呢，就是休假的，很快我就要回上海了。我跟陈麦东呢，也只能是朋友，不能耽误他。谢了。那个，哎，小杰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你们两个人真的是天注定的。谢了，谢你个头！走啊！奶奶，第2回了，你能不能别总干这么让人尴尬的事情？我跟庄杰真不熟，你少管我啊！奶奶，凭良心讲，之前我对哪个姑娘使过这么大劲儿啊？您怎么就偏偏盯上人家庄杰了呢？是不是林奶奶给您下什么咒了？哎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林妹妹最近啊，光带着我读诗来着。还读诗，听着就吓人。读什么诗啊？陈麦东，僭越了，还轮到你来考我？不敢，我就想帮你翻译翻译，这兴许能翻译出一个跟庄杰没关系的版本。天机不可泄露，这事儿在我心里已经定下，你自己不行动，我就舍了老脸替你追小杰。奶奶，奶奶，您能不能别胡闹了？行啊，那第2个办法，把你爹妈都叫回来，带上他们各自再婚对象、家庭成员，我们正式的召开一个家庭会议，聊聊你的个人问题。不用这么大费周章。你现在知道什么才叫胡来了吧？行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哎，小子，追女孩的本事没生疏吧？哼，向来没这个本事，都是姑娘追我。不让你转，我让你再给我转！臭小子！何娘娘这次是真在学习，我看那白板上好像都画满了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他那学霸班长有神通啊，一下午的功夫能让个学渣转性。这叫因材施教。何天鸟是个颜控，他那班长啊，品行正，长得好，那被他带着学肯定来劲儿了。真棒！关键是人家为什么愿意啊？
庄姐，你又上大招了吧？最会贬低自己家孩子。那何袅袅要是想讨谁喜欢，黑白无常都拦不住。切，哎呦，鬼机灵能当饭吃啊！你姐肯定是又破费了。肯定不能空着手啊，给孩子拿点补品。但人家也不图这个，主要是感激我给孩子爷爷联系了省医院的体检，拿的内部价。你看看，这年头啊，哄人都得哄到心坎上。啥都不懂，你以为当个画家，一门心思抱个画板就行了？不懂人情世故，你一幅画你都卖不出去。那不有我姐呢吗？她能把河南鸟都推销出去，还能卖不出去我呀？哎，你吴姨让你明天赴镇长的约，你去不去？给个准话。我不懂人情世故，让我姐代表我。行，我去。庄爷，你趁热打铁，盯一下何袅袅学习啊。好。干嘛？鬼鬼祟祟的。哥，你现在有2个选择，要么坐这儿安静当观众，要么跟我一起解题。我2个都不选，你肯定有作样了。哥。哥，想必你不认识这人。我怎么不认识？东哥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这才几天，连你都搞定了。什么就搞定了？你这都从哪打听到人这些隐私的？咱姐和这陈麦东绝对不能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咱姐今天不小心说漏了一句话。我确实对那孙子挺有好感的，但那都是好早以前的事情。什么？是不是很蹊跷？可是咱俩都被蒙在鼓里呢。我差点被你绕进去。咱姐转来南平念高中那年，我才4岁，你都还没出生呢。你知道才有鬼。这不是重点，关键是咱姐向来坦荡，为什么从来没提过这初恋？初恋？这怎么又给定了性了？哥，他俩从高中就不清不楚的，上3届下3届都知道。你说为什么这么明白？不就是因为不搭？反正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，陈麦东这么多年一直潜伏在咱姐心里，以冥冥中的力量 PUA 着咱姐，导致她至今单身。过，没有，没有吧？谁发的牌？哎，来了，6。兰花，今儿这么闲呢？走。6、10，走。小单，大单的。你说，走，过。对8。今儿又被奶奶收拾了，往我这儿躲是吧？闭嘴！东子，我怎么听说咱奶奶都当街拦人了呢？你瞪我也没用，咱这镇就这么大点儿，什么新鲜事儿2小时传遍了。别往我耳朵里传就行。哎，知道东子奶奶拦的是谁吗？谁呀？庄杰，就是高一转怎么办？腿有问题那个。哦，他呀。得了吧，我前2天在大街上见着一回，那腿跟没事人一样。要不说这大城市的医疗手段就是了不得。这不废话吗？小时候我见他腿，我都不敢和他说话的，就感觉他的性格可阴郁的。就换个话题。有话题啊！一个4。6，现在这个庄杰啊，可不同往日了，往那人堆里站，那叫一个打样，那叫一个漂亮，怪不得咱奶奶跟着了魔似的。我都说了换个话题。陈麦东，你这不知好歹啊！我们现在这心情，那就跟奶奶是一模一样。
你在高中的时候，怎么说也是个叱咤风云啊，以脾气臭、拳头硬著称的富二代啊。现在呢，滞销品了，怎么回事呢？要我说，跟这庄杰再续前缘得了。再续前缘个屁！还不是你们几个瞎传的。谁瞎传了？我们可不敢啊！你俩那是无风不起浪，不起浪啊！哎，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啊！陈麦东，你在单位人模狗样的，你怎么来我们这儿还这副德行啊？逼我把话点破是吧？你点。今天你要是不把我点破了，我就把你给点了。别干嘛！哎，陈麦东，你当初跟庄杰怎么传的绯闻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那要比现在混10000倍，你怎么就被一个不起眼的残疾姑娘给 CQ 了呢？小点声吧，都小点声。你们是戏剧节表演，又不是马戏团，待会儿嗓子全都喊哑了。拍张照。对了，老师，咱班还缺2棵树呢。不说了，让宋薇和李阳演吗？他俩不干，嫌没词，非要挤进去演卫兵。庄杰，你愿意参与一下吗？也给自己的高中生活留下点有趣的记忆。但不勉强，如果你怕累的话。我可以，但不是需要2棵树吗？1棵也可以的，重在参与嘛。陈麦东吧，他也没角色呢。我和他演2棵树。陈麦东，难得庄杰参加一次集体活动，你也别装病了，就陪他演树吧，行吗？行。多拍2张。我没迟到吧？小杰来了，晚不晚？没迟到。啊，哎，快找地儿坐。哎呀，吴姨，着急做什么呀？我这工作平时就是跑来跑去的，习惯了。大家好啊，我是庄杰。哎，宋欣然对吧？咱镇上第一个学阿拉伯语专业的，待会儿扫个微信啊。好。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？嗨，我这工作了几年，总觉得力不从心，现在专心考博呢。太能学了，我这医院傻3年，大学时候单词都忘光了。我也是，我现在一看书就困。嗨，该是哪块料是哪块料，把孩子养好也是本事呀。来来来，咱们也扫个微信，来扫我。哎，庄姐，你在哪儿高就呢？我还是老样子，毕业之后就没换过，还在法国那家公司倒腾医疗产品呢。还是你们这些高级白领好，哎，
我们这做生意的劳心劳力，别没1年全是白头发。嗨，管他黑的白的呢，有头发总比我这秃了的强。节目扎一下，干什么都不容易呀。说真的，各位以后啊有医疗方面的需求，尽管来问我。我虽然谈不上多专业，但耳濡目染的也学了不老少，都是一个镇上的，互相都帮衬。对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大家建个群，日后多联系。就是的，在外面待久了吧，发现还是这些老同学、老朋友最亲。360行，行行有朋友，至少交流几句，不花冤枉钱嘛。来，老同学，加个微信。我这个行业你也想加？你这个行业为什么不能加？出来得及，手机落在殡仪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家久等了。哎，镇长，人都到齐了。好，这是咱们镇上的这些特产，给大家尝尝啊。感谢镇长给大家带来了家乡的味道。谢谢镇长。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都坐，都坐，哎，都坐。好。其实呢，早就想约大家坐坐了。本来呢，想放在春节，没想到咱们劳动节人就齐了。那咱们就择日不如撞日。我知道在座很多人呢，生于南平，长于南平，但是恕我直言啊，你们却未必真正的了解故乡，也未必知道这里有多么急迫的需要你们。行吧？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南平挺富，有上市的药厂、大型的电器厂和驰名中外的瓷器厂，旅游业、养殖业也都是可圈可点。这吹牛的话我就不多说了，还是说点忧心的吧。咱们的药厂呢，计划在5年之内迁往市里，这直接造成上千人的失业。咱们的旅游业呢，也不像外界传的这么邪乎，也存在淡旺季落差比较大的问题。还有就是在建的这个工业区，这一排一排的厂房空在那儿啊。所以我呢，在这里真诚地向大家寻求帮助，以你们的眼界和知识，帮镇上想想出路。咱们镇缺的不是钱，是人才。你们这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啊，考出去很难再回来。我呢，不奢求你们能留下来，只是希望你们能够经常的回头看看家乡，献计献策，帮帮镇上。我就不胜感激了。啊，另外，我在这里要隆重的介绍一下陈麦东。他是第一个愿意从大城市回来，一边照顾奶奶，一边切实帮镇上干事的青年才俊，且从事的是伟大的殡仪工作。咱们镇里总有孤寡老人，去世很多天了才被发现，但是自从他回来之后，不仅让逝者有了尊严，更帮助了咱们的养老院和在册的孤寡老人，连省里都专门派人来学习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只要我们有了人才，所有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哎，但是没能让这么稀缺的人才找到对象，是我们镇上的失职啊。所以正好今天大家都来了，哎，单身的左右互相看一看，咱们能内部解决的就内部解决嘛，咱们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是吧？谁单身谁心里清楚，别逼着我点你们的名啊！你们不着急，你们家长可真都急死了。当然，这也是镇上的头等大事儿。装起来没完了是吧？不信你们看看乌主任，那急得头上的川字纹都出来了。哎呀！好了，那我今天就说这么多。哎，我还有个会，你们别着急走。哎，你们可以多沟通啊，多交流啊，你们聊起来，好吧？
那我就先走了。舰长辛苦。好，大家再见啊，再见。都让他们聊聊。好的。好，别着急走啊，马上回来啊，好好聊聊。嘚瑟。开车了吗？开了。单位的车。什么意思？运尸车。行，不打扰你了，回见吧你。自讨苦吃。我这接手枪不是新材料吗？这才大半年呀，哥，你是不是蒙我呢？不是，那肯定是磨损变形了呀，那不然我那撞一下我就走不了道了。什么叫我走路太潇洒了？你别跟我拼。我知道有垂直减震，还有旋转扭力的功能，否则我能被你讹那么多钱啊？是，我回上海再给你算账。上车。过，洗礼的日光下真的浮光，它已跌落在时光，随风看一片月光，直到夜都这样，就算错过一整片夕阳，你的越来越沉。燃烧四方，也付出了微凉夏日的松香，还闻得到那芬芳。细微的日光下上的中央，忽然不去重量。听衣服就可以了，那不危险吗？还挺惜命。你个大男人还怕搂腰，有赘肉啊？
你现在话怎么这么多？我本来话就很多啊。你小时候可不这样。怎么样？自来熟。不好吗？你没发现我刚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尴尬的开会气氛吗？求你还是安静点吧，至少没那么烦人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呀。陈麦冬，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自在？哎，陈麦冬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还有旧情吧？说实话，我在高铁上看见你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立刻认出来是你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小鹿乱撞了一下。我心想，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，长得像我的理想型。仔细一看，哎，陈麦冬，我的旧情人儿。干嘛急刹呀？下车，把你拐杖给我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现在还拄拐了？不是我说你2句，怎么还抢劫？你说我疯？哎，干嘛呢，老头？我报警了！哎，你说我这年纪，你老喂我吃甜的，是不是不安好心啊？我说你这个岁数，我不让你吃甜的，那才叫不安好心。真的是老了呀，走在街上啊，都是奶奶奶奶的叫。时间呢，就是一座桥，每个人都要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。我们俩的年纪呢，也差不多走到那一头了，就让我们翘着2郎腿，等着他们过来。说是这么说呀，可是时代不同了，咱在对岸等着的，本想看对面的热闹，然后传授点经验啥的。现在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没啥用啊，好多事儿吧都得孙子教呢。这年纪越大呀，困惑就越多，所以呀，老想着算一算。哎，说到这儿啊，咱们那个看图说话的卡呀，的确是胡扯。后来呀，我就云山雾罩的应唬他们，说这是上天注定。你能唬得住他们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喜欢小杰，觉得他像年轻时候的我。可是后来吧，他掏心窝子跟我说，他不想待在镇上，是要回上海。我又觉得不像我了，我这辈子啊都在镇上晃，到现在都觉得有山有水有房有屋，再有个贴心人就是好归宿。你说那大城市都是钢筋水泥闹闹哄哄的，有什么好啊？你呀，不能拿自己的心境和现在的女孩子相比，他们这一代人精神都很独立的。他们想要的归宿就是身和心都有所依。哎，说到这儿，你带我读的那首诗，真是太应景了。我身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哎呀，对小杰而言呢，南平好山好水的，留住他的身应该不难，就看我们家东子有没有这个福气留下他的心喽。陈麦冬，你真狠，这包比我都贵。张杰，刚才看你踹人的时候，腿挺好啊。那是靠肾上腺素，懂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定制的假肢也不是白给的，下午接受枪出了点问题，磨一阵还是能继续穿的。所以，你是在故意逗我？你不会以为我故意？